现在颈椎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当出现颈椎疼痛的时候，真的是很难受，而且颈椎不好还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缓解颈椎疼痛。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手交叉，手掌心向上，慢慢的举过头顶。举过头顶的同时，要抬手，眼睛看向手背，坚持10秒钟，慢慢放下，然后再做。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。这个举手的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颈椎淤堵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、颈椎疼痛都有一定的帮助。那经常伏案工作、长期久坐的人可以试试这个动作。建议大家还可以喝点苦荞茶和山楂水，有助疏通血管哦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男性在同房前都要洗一个澡，而有些人在同房后也会洗澡。那么男人结束后多长时间洗澡比较好呢？如果同房后立即洗澡，很可能会给心脏加重负担，引起心慌、胸闷、气喘等症状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男性朋友结束后休息一段时间，等心情平复，身上的汗退去了，这时再洗澡会更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点需要注意：事后抽烟。很多人在事后会点1根烟来抽，认为这样可以缓解疲劳，让精神状态更好，却不知道同房后大脑是处于兴奋状态的，身上的血液循环和心跳也比较快。这时如果吸烟，对身体的刺激和伤害是非常大的，所以男性朋友要注意，事后马上上厕所。很多男性在结束后会马上去小便，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很容易给前列腺造成伤害。建议男性朋友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厕所会比较好。男人2个地方越小，长寿可能越会靠近你，占1个也是不错的。第一个，腰围越小越好。男人到了中年以后，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变慢，再加上不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就会出现将军肚，腰围越来越粗。如果腰腹脂肪过多，很容易给内脏造成负担，引发各种疾病。所以还是腰围小一点更健康。第二个，前列腺小点好。前列腺对男性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会有前列腺肥大、前列腺增生等问题出现，这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。所以男性朋友还是前列腺小一点，这样身体会更健康。喝黄芪水防病保健康，也就是说用黄芪泡水喝也有很不错的保健效果。那黄芪的药用价值很大，而且它的功效也不少。男人过了45岁，如果能将黄芪搭配山楂一起用，3个好处可能会悄悄找上你哦。第一，血管疏通了。当人到中年以后，血管会老化，渐渐的失去弹性。如果男性朋友平时多喝一些黄芪水，能够加速血液循环，疏通血管，预防血栓形成。第二，血压稳定了。山楂不仅可以健脾开胃，还有很好的降血脂和血压的作用。和黄芪一起搭配泡水喝，效果会更好哦。那45岁以后的男人可以试一试。第三，活血补血。气血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经常用山楂和黄芪泡水喝，是能够推动人体血液循环的，具有很好的活血补血的作用。不过虽然黄芪和山楂很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够使用的。那黄芪属于温补的中药材，阴虚和湿热的人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，而且每次最好食用量控制在16克左右为好。男人的这3个行为最伤前列腺健康，希望你都没有。第一个，经常喝饮料。很多男性不喜欢喝水，喜欢用饮料代替，尤其喜欢喝凉饮料。如果长期喝饮料的话，对前列腺的伤害是很大的，所以男性朋友要注意。第二个，久坐不动。很多男性因为工作的原因，要长时间的在电脑前面，这样就养成了久坐不动的习惯。男性朋友如果久坐不动，会压迫前列腺，使前列腺出现充血发炎的情况，对前列腺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。所以男性朋友要避免久坐不动，经常起来活动活动，对健康有帮助。第三个，抽烟喝酒。大部分男性喜欢用抽烟喝酒的方式来释放压力，烟酒中含有的有害物质比较多，如果长期的抽烟喝酒，会影响到前列腺的健康，使人出现前列腺疾病，所以大家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
上面这3个伤害前列腺的行为，希望你都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尽量改正。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心情保持放松，多运动，注意卫生，这样可以帮助养护前列腺。男人荷尔蒙旺盛，通常有3个表现，若你中了，说明魅力十足。肌肉比较发达。如果男性体内雄激素旺盛，那么相对来说肌肉呢是比较发达的，因为肌肉的生长是离不开雄激素分泌的，所以肌肉发达的男性恭喜了。毛发比较旺盛，很多男性身上的毛发非常旺盛，并且长得很快，其实这是荷尔蒙旺盛的一种表现。手脚温暖。体内雄激素旺盛的男性，不管天冷还是天热，手脚都是温暖的，这也说明身体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好，所以有这种表现也值得恭喜哦。对于男性朋友来说，引体向上是一项强壮胸肌的好运动，只是有些人做的不够标准，所以呢也达不到效果。正确的引体向上姿势呢，应该是双手完全握住栏杆，两手间的距离和肩同宽，手臂伸直，将身体挂住，然后慢慢匀速的将胸部提到栏杆处，下巴要提到栏杆以上，然后呢再将身体放到最初的位置。注意做的时候身体不要摇摆。男性朋友每天可以花3分钟时间做50个。经常练习可以锻炼肩部，增强臂膀的力量和腰部的力量，能够帮你塑造好的胸肌和身形，让你更有男人味儿。除此之外，人的心肺功能也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。那做引体向上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很多人呢会感觉到手臂酸痛，所以大家不要一次贪多，可以从30个开始做，慢慢的增加次数。如果感觉做不到，那也不要勉强，以免拉伤肌肉。若你能够做到50个，也算你厉害。都知道肾气不足一般都发生在男性身上，如果肾气不足，就会有身体发虚的情况，那么就要想办法补肾气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养肾气哦。这个动作就是坐立前屈，我们先坐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双腿向前伸直，腰背挺直，然后身体向前弯下，用双手尽量的去碰脚尖，要感觉小腿和腰有拉伸感，这样坚持10秒，回到直立的状态，反复做5到10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疏通肾经，有补充肾气的作用。而且这个动作还能够帮助舒展肌肉，放松身心。尤其呢，睡前做有利于肾脏进入休息状态，做完身体都会感觉暖洋洋的。男人寿命长不长，看脚就知道。若这些表现你全有，那就恭喜了。表现1：脚部温暖。男性朋友如果双脚经常是温暖，而且皮肤比较光滑的，这说明体内阳气是比较充足的，这样的人寿命相对来说也会更长一些。但如果脚部出现冰凉、干燥、脱皮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了，需要及时的调理身体。表现2：脚指甲红润。指甲和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身体出现问题，那么也很容易影响到指甲。男性朋友如果脚指甲是红润有光泽的，那么说明体内的血液循环很畅通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但如果脚指甲出现变白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液循环比较差的表现，若不及时的调理，会对寿命造成影响。第3，脚趾头没肿大。男性朋友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脚趾，如果还是比较纤细，脚趾头没有出现肥大的情况，说明肺脏和肝脏的代谢功能都还很好，这样身体相对来说也会更健康，更容易长寿一些。那男性朋友上面这3个表现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，长寿离你也更近了。俗话说呀，脚是人的第2个心脏，可见我们的双脚和健康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其实男人寿命长不长，我们呢是可以从脚上看出来的。若有2个表现，或许容易长寿哦。表现1：脚指甲红润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脚指甲，正常脚指甲都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这说明呢血液循环好，有利于长寿。但如果有发白、发黑，或者是出现竖纹，就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需要注意。表现2：双脚温暖。正常情况下，双脚是可以自行进行体温调节的。如果天冷，脚是热乎的，即使天热，脚的温度呢也是正常的。这说明呢气血充足，血液循环好，有长寿的潜质。但如果经常双脚冰凉、干燥还脱皮，那么就要小心了。
得了，今天就唠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